大家好，我是布丁啊。我在做一艘可以拖挂在路上当成拖挂房车的小船屋啊，就是可拖挂式的船屋，这我自己在做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进度。因为之前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更新的很慢，大家理解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进度，就是说目前起码把上面的这个 framing 给做起来了。然后碰到几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发现到说，因为这个船它其实边边是有弧度的，我看一下边边，其实有弧度的，所以不太好搞，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困难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有没有看到这根杆子？这个是我另外加进去的。现在要做就是对吧？这两只放进去里面了，然后找到焊接了，对吧？今天就把它焊进去。哎，这根太长了，现在就是说一边先焊完，先上面先太好，咱先点焊好，拉起来，焊完一圈360度焊完一圈，再放上去，再换前面。不过我觉得这是有必须的，因为这个船当初没有想到说，因为船是三角形的话，对不对？它比较不会扭曲，它3个点。但没想到说变成四方形的船之后变成4个点的话，我放那个影片给你看，就发现到其实它会扭曲的挺厉害。因为这个船原本当初设计是用木头去打起来的，那木头如果在不泡水的情况下没烂掉之前是非常强的。那我现在是用玻璃钢管去做的话，发现到问题就是强度不够，因为那玻璃钢管那个 section 才2英寸，不管怎么样。所以现在我加了这一根不锈钢管进去，这是完全抵抗扭曲用的。那所以它会比地板高一点点，然后没办法了，就目前就这样子。好，不然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东西，给大家看一下屋顶是什么材质做的。啊，后面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电动马达的地方，这就是那个XPS 的那个保温板，这个是高强度的、高密度的那个海绵。然后包上那个 epoxy 胶水，就是专门的 epoxy 胶。包完之后加玻璃钢，就像这个一样，非常硬。这只是一个测试的那个样品而已，对吧？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是整屋顶，就这一片，还没完工哦。这是屋顶的内侧，这是还没刷漆之前，像这层玻璃钢已经稍微打磨过了，对吧？而且很轻，拿手，对吧？这就是包那个棉包玻璃钢加 epoxy 胶水糊起来了。想要保持这个船的屋顶轻嘛，而且强度非常大，很够。只是面不好看了，不过这是在屋顶上看，基本上是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到的。这就是我在用的玻璃纤维布，然后还有胶水啊。然后这是我用的那个 West System 的那个 epoxy resin 啊，这个超贵的，超贵的。你看加拿大物价多可怕，209就这一桶几升，3.74升，还要加硬化剂。给你看硬化剂多少钱？这边179，所以这个加这个就已经390了，390加税，就这一桶加这一桶这个小的，你看这2个是另外硬化剂，这是分快跟慢的。看，对焦，这是中等速度的，这是 ultra slow， 这是超慢的，对吧？这是快的，快中慢基本上就是硬化剂差异。这个就是那个屋顶的材质，对吧？超轻的，对吧？包上那个纸后就很强，2寸的，2寸的话，它的那个 R 值有10。我记得房子的话，最低限制是 R5，就是那个隔温层最低限制是 R5，这有2寸有 R10，已经超过房子的要求了。还有当初在做这个屋顶的时候，其实真的不容易啊，因为它面积实在是太大了，要用的胶水面积太多，贴了2层，所以不好弄。就说你一定要买那种超级慢的 ultra slow 的那种硬化剂，否则根本就来不及工作。而且尽管这样子，这个顶我分了3片，3大块去，不，它其实是几片啊？我看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片吧，大概分成三次，3大片，然后3大片，不是分成4大片，2小片拼成1片，然后有4大片，4大片再拼成2片，2片再拼成1片，所以这个而且是2层，
这一层还有这一层，对吧？所以不好弄，而且为了让那个屋顶有点弧度，它其实是有点弧度的，所以在干的时候还故意就是把它架的时候让它那个顶有点弧度，这样的。这个边边就是像不好看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到时候就是会有那个会有那个 trim 沿着屋檐这样走一圈，因为我想要木头的感觉嘛，对吧？到时候会有东西沿着屋檐盖，木条应该是木头的，或要不然是 PVC 木头的之类的。好，下一步怎么做嘞？就是说我要把这根不锈钢管，就是完全的304不锈钢管，完全给它包覆到那个船体结构里面，也是一样用 epoxy 跟那个玻璃纤维布把它整个包进去，这样整个船就是很结实啊，就不会再扭曲了，就不会扭。然后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窗户，我有4片大窗户，1、2、3，还有这面前面这面大窗户。这4面大窗户的话，现在问题是我是从大陆定制的。那大陆定制的话，我7月底装柜，7月底装柜过来的话，运气好，他是说8月底9月。但这样倒霉的是，加拿大现在海关正在罢工。罢工的话会有延迟，那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，我希望能够在雨季之前窗户能到，否则窗户如果不能到的话，我就上不了外墙，因为外墙打算是用木头做的，因为我想要保持它是那种木造cabin 那种小木屋的感觉这样子，所以我只能等，希望9月起码9月多窗户能到窗户安装上去之后，我才能安装外墙嘛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在这个玻璃钢包进去之后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说，下一集就是我要把这个平面这个台面给做出来，这个可以站的这个平面，包括后面那个地方，后面那个平的那一面，那这个也会是用那个 XPS foam 加上那个玻璃钢纸啊那样子的贴布贴起来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些角落我都有稍微加强一下，加上这个有 Zen Coat 的 Doubler 的那个强化的，然后这边我还贴了那个玻璃钢纸，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我怕它在路上摇久了，毕竟螺丝这种东西迟早会松的，所以把它粘了起来。像这些地方也是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对吧？虽然对焦，虽然我只贴一面，但是以前的那些老式早期年代房车木头搭起来了，其实连这个都没有，所以然后他们也可以活个20-30年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了，啊，每个地方我都有稍微做补强，对啊，还有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1、2，那边有一个，对吧？这边有，这个不小心断掉了。这个是我用那个雷射啊，给大家看那个照片，就是雷射去抓这个船的那个高度和扭曲度的时候，就靠雷射去靠这几个地方去做 reference， 把那个角度给抓出来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做跟木工有关系的东西，所以进度会有点慢了。再加上说最近个人时间上是比较忙，所以还会继续走下去咯，还是会继续动下去，但就只是更新会比较慢，好不好？对拖车有兴趣的朋友，就这个拖车还在这边，就停在这边，也没什么进度，跟上次一模一样。有兴趣看它的过程呢，可以看一下上一集。